案件调查第一次出现失误，在警方认为证据确凿，准备起诉那番幕户时，情况突变。护人律师抓住机会大做文章，揭露特搜市队长仓田不当审讯的行为，并且召唤了警方没发现的关键证人，推翻了目前所有的证词。幕户当庭被宣判无罪释放。仓田为了弥补过错，向领导申请重新调查案件。这起案件发生在4年前，是一家 IT 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。总裁生前结下了不少梁子，他采用强制手段收购了多家公司，导致许多人对他心怀不满。警方一开始就从这个角度入手调查，但是最终没有任何收获。案件的第一发现人是总裁的秘书，他偶然间发现有人佩戴总裁的手表。经过调查，这个人是幕户。幕户在 IT 公司担任保安，在他家里发现了一把疑似作案工具的刺剑，刺剑上有卢米诺试剂反应。面对沉默的幕户，仓田不停制造干扰，最终幕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但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找到了把柄，指责仓田逼供，并找来关键证人证明幕户和总裁关系良好，手表和刺剑可能是总裁赠送的。尽管刺剑上有血迹，但有人用化学溶剂破坏了血液样本，导致无法进行 DNA 鉴定，因此无法证明血迹属于总裁。基于疑罪从无的原则，法院释放了幕户。但幕户在审讯时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，最后却又承认了罪行？显然法庭上的辩解都是律师指导的。仓田获准立即开始第3次调查，首先召见案件的第一发现人秘书，询问总裁和幕户的关系。秘书也觉得他们俩关系不一般。秘书觉得总裁生活中只有金钱，他会装成别人的粉丝，只为了赢得信任，然后收购对方的公司。总裁在公司里总是高高在上，从不主动和人问好，虽然手机很多，但都是为了工作，从未见他有私人信息。但在遇害前1个月，总裁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他计划收购一家公司，那家公司拥有深受儿童喜爱的形象。尽管此举一经公布就招来众多非议，但它的商业价值非常高，对金钱看重的总裁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不过他后来突然取消了收购，具体原因连秘书也不清楚。小龟后来到了鉴定部门，小透检查了总裁的电脑，还特地保留了一则新闻：埼玉县的安藤邮箱收到了1000万日元，寄件人至今不明。收藏夹里还有小梦的网页，日期标的是09年12月15日。这些信息之间到底有何联系？高峰特意去公司询问新任总裁横川。横川在原总裁去世3个月后，顺利地成为了新总裁。警方对他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他在总裁去世前曾打过电话。横川声称通话内容仅关于收购事宜。高峰能看出横川在隐瞒什么，因为人在说谎时，通常会不自觉地触碰自己的脸来缓解紧张。白叔调查了总裁和幕户的往来，他们并不像是亲密的朋友。深则觉得总裁是个为金钱逝世的人，他和幕户的见面可能涉及金钱交易，二人可能做了不可告人的事。那么他们还隐藏了什么？夜里小龟思考着目前的线索，完全不能理解总裁的思维，对总裁的行为动机感到困惑。翻查了他的背景资料，总裁在事故前不久被诊断出患有急性骨髓白血病，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但总裁没有直系亲属，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。从陌生人身上找到匹配骨髓的几率极低，即便是有钱也买不到健康。总裁不甘心去海外碰运气，但始终未找到合适的捐献者。那时他心里在想什么？他的金钱至上的信念是否有所动摇？然而3个月后，奇迹出现了，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骨髓捐献者，并成功进行了骨髓移植。之后出版社邀请他写自传，发现他刚开始创业时有个伙伴真野，也许真野能帮小龟更好地理解总裁，决定去找真野了解情况。他现在路边开了个面包摊，真野已经和总裁断绝了关系，他们原本是一起创业的合伙人。公司渐渐发展壮大，总裁将真野逐出公司，独自掌控一切。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总裁去世前2周。小龟问真野总裁是否一直都是个拜金主义者，当然不是，否则当初真野也不会选择和他一起创业。总裁以前很喜欢笑，对未来满怀希望，非常重视人际关系，但这种性格只持续到公司上市那会儿。上市后，总裁逐步被金钱迷失了方向，一次资金问题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决裂。此后，总裁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拜金主义者，不再信任任何人。鉴定科这边的情况是，对那把刺剑重新进行了鉴定，发现剑柄上几乎没有金属杂质，这意味着那把刺剑根本不是古董，它只是个赝品。与客户的金钱往来，很可能是让他去销售赝品。这个情况横川应该也是知道的，因为在总裁死后，他也一直在收购古董。后来查出这些古董全是赝品，这些古董都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商店，而且一直是他们的供应商。一个小店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真品源源不断供应？
小龟还在继续调查总裁的事情，在一本杂志上看到，总裁曾去一所小学担任作文比赛评委，其中一个获奖的学生名叫安藤，他住在埼玉县，书包上贴着小梦的贴纸，似乎这个女孩是理解总裁的关键。原来这个女孩的父亲就是捐献者，他在作文中写道，他的父亲生前签署了骨髓捐献协议，但他突然遭遇车祸去世了，因此他的骨髓捐赠给了总裁。女孩对父亲的去世感到悲痛，但她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。后来总裁通过学校用假名和这个女孩进行书信往来，仓田找到了女孩寄给总裁的信，信被藏在一座废弃的老房子里。从他们的通信中，众人得知那笔不知名的1000万是总裁寄出的，这可能是他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所做的事情，但那个女孩的家人始终没有接受这笔钱。总裁也终于明白，这世上还是有不图回报的好心人存在。他吩咐秘书停止收购小梦公司，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曾经也有过的梦想，但这些梦想不知不觉间都消失了。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人。警方不久便发现，那些处理古董的5家公司全是空壳公司，卖假古董是用来洗钱的。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一个黑帮组织幕户所在的保安公司，其大股东也和这个组织有关。幕户同样是组织里的人。警方随后将新任总裁横川带回进行询问，承诺保护他，让他在法庭上讲真话。公司刚上市时资金非常紧张，四处筹资都无果。后来总裁找到了一线生机，危机过后他才意识到，这些资金的来源是黑帮，一旦陷入这个泥潭就难以自拔。总裁也因此失去了自我。但是在见到那个女孩及其家庭后，他想要改变，想找回曾经的自己。他把真相告诉了会计横川，打算与他一起处理洗黑钱的事务，但很快就被黑帮发现，并派幕户去杀人，还嚣张地威胁横川。真相大白之后，幕户被组织出卖了，辩护律师立刻表示无异议，以免继续被深入调查。这一切仓田也非常清楚。最后通过女孩的信件得知，总裁想要改变自己，想修复与真野的关系，即使想要重新开始，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过去的恶行最终还是要自己承担。总裁临终前未能得到好友的理解，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过去。即便两人都明白了一切，但他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？每个警官心里都有那么1-2个难解的案件。深泽最近解决的是神之处刑案，日本发生了千山交流会的凶杀案，这个案件成了市长和高峰心中的痛。6年前，一位议员的女儿祥子遭绑架，市长负责指挥这个案件，绑匪要求72小时内支付5000万的赎金，但在约定的交钱地点，绑匪却没有露面。祥子被困在橱柜里，放在一个仓库中。警察发现时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但最终还是救不回来。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者的信息，唯一的线索是一段勒索的录音，还有导致缺氧的特制装置，和一张写着“制裁结束”的纸条。警方追查了很久，仍旧没能找到凶手。但在6年后的今天，突然有个男人来自首了。特搜市立刻重新调查这个案件。自首的男人名叫小丽，是个机械师。他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关在医疗监狱。他声称自己就是绑架案的犯人，还画出了那个装置的设计图。他的笔记和6年前的犯罪声明一样，但他的声纹和勒索电话中的不同，这让人推测他可能有同伙。市长让高峰去审讯小丽，但小丽反而挑衅说，是因为高峰以前的误判，导致了一个无辜人的死亡。在揭开高峰的伤疤后，下一个目标是市长。小丽告诉他自己就是那个扔出宣告制裁结束的纸飞机的人，他自首就是为了告诉警方他已经赢了。小丽坚称这个案件是他一个人策划和执行的，勒索电话声纹不同，是因为他找了个人随便来做这个。警方当然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，但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是为了钱吗？但他并没有打算拿赎金，反而选择杀害了受害者。警方查明他和祥子一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复仇杀人的可能性很小。如果目的是为了挑战警方，那为什么犯下一个案件后又不再犯？过去6年又突然跑出来自首？因此很可能是小丽在保护他的同伙。根据这个思路，警方开始调查小丽的社交网络，包括她的亲戚和朋友。小龟对小丽的言论感到不解，为何说是高峰导致了人命的丧失？重新翻阅了当年的案件记录，当时的线索实在太少。市长决定把希望寄托在新组建的犯罪心理分析团队上，请来高峰帮忙侦破此案。高峰虽然才华横溢，但还很稚嫩，过于自信于自己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，通过分析犯罪者的声明和电话录音，以及对赎金的不屑一顾来撕票，认为至少有2名犯人，一个是严格守规矩、自尊心很强、性格内向的人。这家案件的他们的性格与犯罪心理分析吻合，高峰坚信就是他们犯的案。不久，警方就将其中1人带回进行调查。先道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媒体立刻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。
不断追逐仙道一家，使得案子闹得沸沸扬扬。有目击者在看了新闻后，为仙道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，但仙道已经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在自己房间上吊自杀。仙道的母亲怒冲警局，将所有责任都推到高峰头上，因为他的一句指控，导致了他儿子的死。悲伤的记忆重新涌上心头。高峰请求市长更换侦查此案的人，他已无法保持沉着处理此案。审讯任务第2天交给了小龟和深泽，自书和种本回来报告了调查结果。调查了小丽的社交圈，找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，他叫龙二，并且有伤害前科。案发时恰好住在祥子附近，而且他在案发2个月前通过威胁手段接近了议员，然后与小丽一起策划了绑架，将他带回警局进行讯问。龙二否认有罪，他说自己与小丽不过是路人。家本不信他的话，让他说出真相，否则警方将进一步深入调查。提到他未婚妻可能会发现他那不光彩的前科和黑帮背景，龙二露出了慌张。他坦言自己只是个执行者，真正的策划者是另有其人。那个缺氧装置是别人和小丽一起弄的，他负责的只是监视祥子的行动，完成后会得到500万的报酬。对那个策划者只知道一点，他有在纸上乱点的习惯。再次与小丽核对事实，小丽狡辩不休，声称这案件将成为世纪之谜，说这是他生涯中的辉煌时刻。最终小丽抢救失败身亡，他留下的那些线索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与此同时，市长接到上级的电话，命令立刻终止调查。这起绑架案成了警界的耻辱。关于重新调查的事情似乎已经泄露，再加上小丽在审讯中的意外死亡，如果这些被媒体曝光，将极其不利于警方的公众形象，而且对于主犯的身份毫无头绪。龙二的声纹与勒索电话也不相符，上层打算召开记者会，把所有责任归咎于小丽，以此作为结束案件的手段。市长别无选择，只能宣布暂停调查。众人心有不甘，家本愤然离去。小龟下班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案子，他试图设身处地为祥子感受，翻看遗物，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他。就在这时，祥子的母亲来访，他也想通过遗物来回忆女儿。他打开了刚充好电的手机，看到女儿的屏保，不禁哭泣。那张夕阳的照片是女儿发给他的。祥子的母亲原本还期待有女儿带他去那个拍摄地，一起欣赏那美丽的景色，没想到女儿却遭遇了不幸。小龟下班回家时遇到了记者的埋伏，他们冒充受害者亲属来接近小龟，试图从小龟那里套话。幸好市长及时出现阻止了他们。尽管小龟什么都没透露，但他的表情已经泄露了心情。第2天记者仍然大肆报道6年前由高峰所犯的错误。高峰每年都会去给仙道上坟，尽管他妈妈不太接受他，高峰也理解他的到来只会触怒亡者家属，但高峰别无选择，这是他找到的唯一自我安慰的方法。关于停止调查的决定，鉴定科的人员也不甘心。小透重看了审讯小丽的视频，发现审讯还没开始时，他就已经留下了线索，立即对这段录音进行分析。小龟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调查，向市长请了假，翻看祥子的手机日记，发现他的屏保是在一个叫建信台的地方拍的。祥子似乎特别钟爱那个地方，去过很多次，那个地方的景色究竟如何呢？第2天，小龟充满好奇地去了建信台，一路上打听那张夕阳照的拍摄地，最终找到了祥子拍照的地点。再次翻看日记，7月28日写着，终于发现了。他发现什么了呢？小龟百思不得其解，开始询问周围的人，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。意外地得到了意外的发现，真的是太巧了，难道刚好遇到了主犯？小龟立刻向市长报告情况，但没想到人就这样失踪了。在建信台留下线索后，就音讯全无。而此时，小麦的音频分析结果出炉，小丽留下的线索是一个项链坠子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白叔他们去了建信台附近调查，但是什么也没找到，只知道小龟曾在那里打听过，去能看到夕阳晚上主犯打来电话的地方，承认自己就是策划绑架案的人，要求警方在记者会上宣布绑架案尚未结束，调查仍在进行，如果做到了就放小龟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快速结案对他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重新审视那个过去的案子？深泽让高峰做犯人的犯罪心理剖析，可是高峰因为害怕而迟疑，担心一旦分析错误，可能连小龟也会受害。鉴定科这边确认了绑架小龟的人就是当年打那个勒索电话的同一人，证实他正是绑架案的幕后主犯。市长将犯人的要求上报了高层，但这个要求被直接驳回。与此同时，高峰召见了祥子的家人，向他们询问关于夕阳的事情。祥子的母亲提起了手机中的夕阳照片，交给鉴定科去分析照片的拍摄地点，终于确定了小龟曾经去过的平台。从卫星图上看，
这个地方正对应小丽所说的项链坠子的形状，而甲本抓住了案件中唯一的突破口。龙二，他询问了祥子的行踪。祥子的日常就是家里和学校之间的往返，不过他每周都会去见信台一次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他会走到一间房子前，却又不敢进入。高峰单独留下议员一个人。当提及见信台的照片时，议员的表情好像在隐瞒什么。议员后来坦白，他在见信台有个情人，但他认为女儿不可能知道这件事，并且情人跟案件无关，因为两人在案发前已经和平分手，他已经返回了老家。难道与情人熟识的人有牵连？小龟拼命将绳索磨断，想找到出路，不料却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全是小孩子画的画，看来这个男人还有一个女儿。这时男人走了进来，小龟想要趁机逃跑，但是门已经自动上锁了，只有男人手中的钥匙能打开。男人告诉小龟，这个房间安装了和杀害祥子相同的装置，一旦启动，不久之后就会缺氧死亡，而且他自信警察无法找到他，因为他跟祥子一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。果然特搜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他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答应他的条件。在记者会上宣布案件仍未解决，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结案时间。随着局势逐渐紧张，高峰终于表态，如果迁就犯人的要求，警方很快就会失去主导权。通过分析之前的电话，发现犯人对市长的问题避而不答，只是不断要求警方行动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型罪犯，他对案件进展非常自信，他认为警方会按他的要求行事，以此来控制案件进程。如果反其道而行，忽略他的要求，就能打乱他的计划，犯人可能会因此产生动摇，一旦急躁就容易犯错。但是要主流媒体不报道任何案件信息，难度非常大。市长想出了一个策略，私下联系了一位之前跟进案件的记者，透露了案件的部分秘密，答应案件结束后给他独家报道的机会，包括揭露警方的失误。作为交换，要求他在发布会上转移众人注意力，要抓住一个焦点。最佳手段是曝光另一个焦点。那位记者确实经验丰富，在发布会上抢先提问，成功地吸引了媒体焦点。犯人看到报纸上没有提及案件，开始变得焦急。他告诉市长要对小龟进行制裁，如果小时内找不到这个地方，小龟就会因缺氧而死。原来这一系列事件都与议员相关，但小龟所说的风筝伴随着歌声，又有何寓意？市长已经明白了小龟的意思，因为这是他给小龟的一个课题。他想到了一个名字，河野美香。当问及议员时，他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。然而议员与他的幽会地点仅限于他家，对外界的人和事一无所知。议员突然记起，他们曾一起外出，那是因为情人突然肚子疼，两人一同去了医院。他们立即对那家医院展开了调查，果不其然，他们查到了河野美香的情况。她因为脑部的硬膜下血肿不幸去世，而那个男人也没有逃跑的打算。他破坏了小龟的感应卡，决定和他一起在这里等死，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。向小龟透露了案件的真相，他要报复的目标正是那位议员。男人的女儿美香在那天不慎跌倒，头部受伤，父女俩在医院等待检查。就在他们准备进入检查室的时候，一个熟悉医院院长的议员插队进去了。已经等了很久的美香想着只是额头擦伤，应该没大碍，就决定回家了。但是在回家的路上，美香突然头痛难忍，再次回到医院已经来不及救治。后来那个男人在见信台看见了祥子，祥子偶尔注意到父亲每周都会去见信台，好奇之下跟踪后发现父亲有外遇。通过偷听电话，他得知外遇对象是议员的女儿，于是那个男人决定以命抵命，让议员也体会丧女之痛。小透这边却似乎发现了希望，他不断重复听最新的电话录音，在背景声中发现了邻居收快递的声音。小龟在房间找到了一瓶氧气，这是他们父女登富士山时留下的。男人告诉小龟需要就用，反正也只不过是延后死亡的时间。但小龟坚信特搜室的同事们一定能找到这个地方。男人缺氧昏迷后，小龟悄悄地将他捆绑并带上氧气。特搜室的人员根据快递线索，最终确定了这个地点。市长赶到现场，急切地搜寻，不由得回忆起6年前的那些痛苦。这一天，特搜室接到了通知，领导决定重新调查1年前的案件，东京理工大学的讲师前景被谋杀的案件。1年前，前景在实验室内被害，学生们赶到现场看到，满身是血的嫌犯广田。发现后，广田立即逃离，但意外地从台阶上摔下死亡。警方经过调查，发现前一晚广田与前景有过争吵，推测凶手就是他，但因为广田已死，无法对质，现场又没有凶器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指向广田，因此案件一直悬而未决。但近期在离大学很远的河边，发现了带有前景血迹的作案工具。当时广田正好被人抓个正着，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将武器扔进河里，
所以推测可能还有其他同谋。高层因此命令特搜组重新调查。小龟和深泽前往大学探访前景的实验室，听前景的助手三只讲述。他脾气很差，喜欢低俗的偷窥他人隐私。当问及具体细节时，三只似乎刻意隐瞒了什么。深泽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因为前景去世后，他异常的直接跳过了讲师职位，从助手晋升为副教授。此时原田教授和助手刚好路过，小龟跟他们进行了交谈，感到他们非常友好，对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广以前因为行为不端被送进少年教养院，由酒吧老板担保而出狱，正是他目击了广田和前景的争吵。正如三只所描述，前景性格不好，他嘲笑广田没有大学学历，广田因此感到受辱并非常愤怒，几乎要动手打人。但是酒吧老板相信他不会去杀人。深泽继续盘问三只，三只说连他请原田吃饭被拒绝的事，前景都清楚得很，而这件事本应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。市长怀疑前景在实验室装了窃听设备，第二天便带人来检查，果不其然发现了窃听器，收集到的资料足够装满一大盒。晚上原田突然来到警局抗议，他说实验室内有很多研究机密，不可随便查看。小龟向他解释，进行调查已得到田园教授的同意。原田无话可说，向特搜组道歉后离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而鉴定科那边，一些受潮的记忆卡正在修复中。幸运的是，有一段前景威胁三只的录音没有被破坏。前景揭露了三只收受回扣的行为，并以此要挟他代写论文。三只立马澄清道，他确实收过回扣，但并非因此而杀人。三只认为与其他自己，通口更令人怀疑，因为他也受到了前景的勒索。他无意中听到前景提到了某件事，前景向通口索要了300万。三只后来很担心通口，询问通口发生了什么，但通口什么都没有透露。这表明前景故意安装窃听器，用以窥探别人的隐私，他的目的是勒索和威胁他们，因此很多人都有杀他的动机。种本从鉴定科返回，广田其实是去道歉的，还遇到了当时在场的保安。他说广田临死前还在辩解，坚称自己没有杀人。就在这时，通过车辆监控视频找到了线索，在案发当晚河流上游的附近发现了与案件有关的人物，立刻前往研究室查看。被告知他已经突然辞职，并且与房东解除了租约，但外面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，很快就定位到了他的车辆位置，在广田的墓前找到了他。带他回警局后，通口坦白自己就是凶手。实际上他与原田教授有不正当的关系，被前景撞见了两人从酒店出来，并遭到了他的威胁。于是通口杀害了前景，因为他搬不动尸体，所以只能单独拿走凶器并将其丢弃。在焦虑如何处理尸体时，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人替他背了黑锅。出于内疚，通口也经常去给广田上香。但为什么前景部直接威胁教授，只威胁一个助手呢？威胁教授显然利益更大。通口解释说，前景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，他害怕惹怒了教授会被赶出研究室，因此他只敢勒索通口自己。这听上去似乎有道理，但总感觉有些不协调。小龟依照惯例翻阅通口过去的经历，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他。通口没读过高中，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。奇怪的是，23岁那年他突然决定上大学。那一年他经历了什么呢？同时高峰和种本召集了原田教授，教授承认1年前他们俩确实有过不正当的关系，但是通口主动引诱他，这段关系很快就结束了。原田认为通口很有可能是凶手，因为他善于玩弄心计。加本听后觉得有些好笑，那为什么你之前一直留他在你身边？不只是种本感到奇怪，高峰更加觉得奇怪。毕竟原田看起来没有撒谎或隐藏事实的迹象，他说的应该是真的，这就让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小龟去找了通口的初中同学，了解到通口的父亲在他初2那年去世了，他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打起了不止一个兼职工作。他岁时在一家咖啡馆工作，原来他是在那里遇见原田的。店长回忆，通口一直很羡慕那些在读书的学生，却觉得自己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，不敢去尝试。但在原田的鼓励下，他决定去读书。原田也一直在辅导他。后来通口成功考入大学，开始追随原田的脚步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他表现得非常努力和快乐。但店长有次看到他在路边哭泣，这是店长头一次看到这样的通口。回到特搜室，每个人都觉得案件很不协调。首先是通口认罪的态度太干脆太冷静，好像他早已做好了认罪的准备。种本也觉得这很巧合，通口突然辞职，紧接着就有助教接替他的位置，而且其他人对通口的看法与原田对他的形象截然不同。特搜室的成员决定深入调查这些不协调之处。我们询问了新来的助教，
他是通口在大学时的同学，是被通口推荐来担任助教的，连将要发布的论文都转交给他了。看来他提前有所计划。高峰和深泽在查看从内存卡中恢复的记录，发现关于原田教授的信息很少，只有一些他忘记去开讲座的记录，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混乱。高峰突然觉得这似曾相识，他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样的场景。那天搜查窃听器的时候，教授原本有个会议，但他没来，也让大家手忙脚乱。仔细一查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缺席的那些天，助手们都不在原田的身边。自从小龟回来以后，他们询问了那间酒店的员工，没有找到通口的目击证人，反而在别的地方发现了通口的踪迹。查清真相后，小龟揭露了真凶。通口这么平静的认罪，显然是在掩护真正的凶手。那个人就是他所说与他有不正当关系的原田教授，他们其实并没有恋爱关系。通口真正被威胁的原因，是因为前景发现了原田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他的记忆在不断消失，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毁灭性的。他们最宝贵的知识和经验，正因疾病而一点点失去。除了疾病带来的痛苦，更有外界的胁迫。前景发现后，立刻逼迫原田，让他退休，并把所有研究成果转让给他。通口到达现场时，原田已将前景杀害。通口毫不迟疑地拿起凶器扔进河中，他知道原田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。为了保护他，他悄悄更改了他的记忆，在他记录人际关系的笔记本上伪造了对他的评价，让他误以为他是和他有过多次不正当关系的狡猾女人。但在修复好的记忆卡中，小龟发现了真正杀人动机，研究成果并不是他真正守护的，他真正想守护的是那些令他骄傲的学生们。真是固执的家伙。最终通口因共犯罪被捕，被带走时恰好遇到原田，那时他对通口只有冷漠的表情。种本得偿所愿，终于调到凶案科，正在为能抓现行犯而高兴时，市长宣布了要重新调查12年前的巡查部长谋杀案。12年前，巡查部长百赖在追捕嫌疑人桥本时，在停车场被桥本反杀，现场的保安听到了2声枪响，与百赖身中的2枪相符，也就是说百赖并未开枪，2枪都是桥本所射。桥本随后焚烧了他的尸体，在废弃工厂遗弃后逃离。百赖殉职后被追进为警部，但遗憾的是犯人一直未被抓捕。最近工地施工时挖出了一把手枪，正是杀死百赖的那把，因此特搜室要进行2次搜查，带着鉴定设备模拟案发现场。第一枪是远距离偷袭射中大腿，但第2枪却是故意绕到背后，近距离射击后背。起初警方以为桥本偷袭完与百赖交谈，然后因谈崩在背后射杀对方，但发现凶器后了解到桥本的枪只发射了1颗子弹，所以桥本要么有2把枪，要么他有同伙，怀疑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复仇谋杀。负责案件的杀人犯罪科的种本听闻要进行2次调查，就带着百赖的好友山口来到特搜室，向大家透露桥本是黑道成员，但他曾违反组织规定，杀害了客户，认为组织帮助他的可能性很小。既然认定了犯人就是桥本，怎么可能12年了还抓不到他的踪影呢？中马没回答，叫白叔不要再揭他的伤疤，这个案子对他影响挺深的。晚上，小龟翻阅了案件档案，发现百赖已经有了妻儿，孩子在案发时刚好出生不久。为了更加了解百赖，小龟请教了2位，看到儿子小旺和百赖一样，都爱打棒球。从小旺妈妈那里得知，小旺能打棒球真不容易，因为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但是多亏了百赖去世后的一大笔保险金，小旺才得以接受治疗。百赖难道是故意为了保险金去死的吗？而且小舅妈的表情似乎也在隐瞒着案件的事情。高峰询问了桥本的母亲，桥本在杀警之后就消失了，但邻居说原来山口曾去店里找过桥本，2人的关系可能不寻常。山口说他只是在暗中调查桥本，发现他跟百赖的妻子有过争执，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担心深入调查会给百赖抹黑，后来就放弃了追查。但现在面对即将成为同事的前辈，他犹豫了，他害怕了。在小龟这边，他打算把小旺在警局留下的棒球还给他。看到小旺被队友欺负，想要帮忙，却被教练拦下了，说遇到困难要让他自己解决。事后小龟帮忙捡起了手套，才知道这是百赖生小旺时送的礼物。小旺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爸爸能教他打棒球，可惜这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。就在这时，白叔打来电话，在审问小旺妈妈时，他露出了破绽，证实他确实跟桥本有过争执。他隐瞒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百赖，因为他隐约感到百赖跟桥本在计划着什么。小旺妈妈和桥本确认过，百赖为了救小旺借了500万的高利贷，还说为了儿子可以做任何事，怀疑这是百赖、桥本、山口
三人共同策划的案子。小龟晚上翻看了百赖的笔记本，发现里面记满了关于小旺的事。在案发前一天，他还写下了向神祈祷的句子。小龟对这句话颇为关注。第二天，他来到百赖常去的神社，抱着希望去找那些许愿的木牌，没找到12年前的那一个，反倒找到了今年的一个。拿去验笔记，果然确认是百赖的，但那木牌上的 DNA 显示是桥本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英姐调查了百赖的个人物品，发现上面全都是桥本的指纹，还拿了桥本母亲的 DNA 去做匹配，结果发现他们并没有亲子关系。这样答案只可能是一个。百赖在 DNA 库里和桥本的资料调换了。小透破解了百赖的电脑，发现一封来自警察内部 IP 的邮件。原来百赖还有一个同伙，那就是负责调查此案的中马。被杀的人不是百赖，而是桥本。杀人后将尸体焚化，留下百赖的证件和戒指，让警方误以为尸体是百赖。然后中马在 DNA 库做了数据上的手脚，让所有证据都对得上号。这样一来，百赖很可能已经改头换面，在暗地里静静守护着小旺。从许愿牌的内容推测，明天小旺的棒球比赛他一定会去。第二天，他们去现场搜查，但是什么都没找到。注意到教练团队少了一个人，从剩下的2个人那里得知，那个人经常教小旺打棒球。这样答案似乎已经昭然若揭。另一边，白叔找到了中马，拿出邮件的证据让他说出真相。实际上，案件的主谋是中马。12年前，他知道百赖借了500万，也知道这笔钱是为了救小旺的，但他担心百赖被黑社会利用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他的一生就毁了。中马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后辈，策划了这宗案子，伪装成被杀害来骗取保险金。中马会负责处理这案件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这案子也就成了悬案。百赖也得以暗中守护着自己的家人。最终，小龟他们来到了神社，在那里找到了百赖。百赖请求小龟放他一马，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。最后，小龟将他逮捕。高峰去到了桥本妈的店里，向他透露了案件的真相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桥本妈似乎早有预感。这12年来，不管儿子是死是活，他似乎都已经有所准备。在八王子发生了一宗纵火杀人案，受害人被枪杀，所用的子弹与14年前八王子事件相同，推测杀手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。因此，警方在八王子组建了由杀人犯罪科和特搜室联合的调查队。而小龟半年前被调到八王子当了刑警，深泽也被提拔为杀人犯罪科的科长。特搜室的原班人马因此又再次聚首。这次案件发生在八王子的一间妇产科医院，有2个受害人，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被枪杀后，尸体被纵火焚烧，另一名受害人是妇产科医院的院长，他被卡在另一间房里，门被柜子堵住，最后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。初步推断，凶手的杀人目标是那名男子，因此调查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那名男子的身份。会后，小龟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分配调查任务，只是被安排做杂物。他不满这种安排，向上司提出抗议。这半年来，小龟一直只能做杂役。他本以为能与特搜室共同参与调查，自己也能有所作为，没想到又被派去做杂物。上司只说了句人手够了，就匆匆离开。但这并不能阻止小龟想要参与调查的决心。他开始翻看14年前八王子事件的案卷。那是14年前，在八王子的住宅区一个垃圾桶里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，她的手脚被绑，身中1枪。经过调查，发现这名女子是一名非法滞留的中国人。白叔觉得这不仅仅是起杀人案，根据解剖报告，林的肾脏被切走了，很可能还牵涉到器官交易。鉴定部门确认了那男子的身份，他叫野泽。第二天，白叔外出侦查，小龟打算暗中跟随他加入调查。老小龟的跟踪技巧还挺不错，但很快就被白叔发现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厚着脸皮跟着去。白叔要找的是个认识林的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是案件线索的关键人物。白叔给他看了院长和野泽的照片，没想到那年轻人还见过院长。他以前带着一个叫丽花的人来找林，丽花是林在夜店工作的老板，同时他也是黑道背景的人物。听他们谈话，丽花带走林去做体检的理由，还说这工作比卖淫赚得多，会不会是指的器官贩卖？种本高峰立刻采取行动，抓住丽花审问。丽花说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只负责拉皮条，想了解更多，最好查一查院长的过往。20年前，院长去美国留学，学成归国，本想大显身手，但在日本从脑死病人那里取器官是违法的。不久后，院长就被医协调查。奇怪的是，半年之后，他改行成为妇产科医生。有目击者称，林多次去过那家妇产科医院，这家医院很可能暗地里搞器官贩卖。林和这次的受害者野泽可能被卷入了某种事情，最后被杀害。仓田带回了一条消息，
院长和劳务部长关系密切，直到3年前院长还是部长的后援会会长。有传闻14年前部长在找肾移植捐赠者，怀疑那时院长与部长达成了某种交易，这也是他们关系亲密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部长可能非法买器官。深泽听后脸色大变，这是我第一次指挥的大案，没想到会牵涉到部长级别的高官，真是棘手。就在这时，又传来新的消息，原来野泽的女儿14年前就是在院长的医院出事的，还是院长亲自接生。但警方之前见过野泽的妻子，他却说不认识院长，这说明他肯定还隐瞒了些事情。深泽让高峰和小龟去采访他，女警去问，可能会有新发现。野泽前妻在中央医院照看患有白血病的女儿，妻子以照顾女儿为由拒绝了采访。高峰让小龟去帮忙照看女儿，他自己则把妻子带到外面谈话。妻子什么都不肯透露，他隐瞒认识院长是因为案件让他害怕，他怕事情变大，所以没说出来。生完女儿14年后，她和丈夫就没再和院长有过联系。小龟对留下来照顾女儿感到不满，女儿也感觉到了小龟的心情。女儿让她去找妈妈，女儿说自己怎样都行，不管是父亲的死还是自己的病。女儿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爱的孩子，自从得了白血病，家就变得四分五裂，父母老是吵架，父亲不管家，几乎整天都在外头。仓田家之前请过院长身边的护士长，护士长也说不知道什么，但他对野泽夫妇印象很深，他们很感激院长。野泽夫妇一直想要孩子，但多年不孕，接受了很多治疗，最终在院长的助下成功生下了女儿，所以护士长对他们的印象很深。明明夫妻俩很想要这个孩子，也很爱他，为什么女儿一得病，野泽就抛弃了他呢？也是在那个时候，野泽又和院长联系上了，甚至死在了院长的办公室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鉴定科这边找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他们重新鉴定了林身上的衣物，在衣物的口袋里发现了海马粉末，野泽身上烧毁的布片中也检测到了海马粉末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小透也发现了一些线索，他通过火柴灰烬复原出了一些文字。小酒吧，明美。深泽感到非常矛盾，大臣涉嫌参与器官交易，他很可能了解许多内情，但贸然采取行动可能波及太广，只能去请求市长的支持，毕竟市长背后也有强大的势力。市长表示愿意援助，质问大臣器官交易的事宜，大臣把责任推给了秘书，说是秘书多管闲事，自说自话的去帮助支持者，试图推脱责任，占据道德制高点，结局是威胁。市长不给面子，脸皮都不要了，既然不肯说实话，警方就会深入调查，到时候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进行秘密的会面对话。大臣听后立刻转移怒气，他透露14年前他与院长会面，离开时碰到一个少年在偷看档案，被偷的正是依林的档案。白叔和小龟觉得和小酒吧可能有，那个人经常出没于那家酒吧，酒吧老板还有一套公寓，专门收留非法滞留者，这可能就是器官交易的关键证据。立即出动人手去抓捕丽花，等到了公寓才开始行动，没料到对方察觉逃走了。小龟留下来安慰那些非法滞留者，发现有很多都是孕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所有人带回警局进行询问，其中一名孕妇认识依林，他们一同从中国来到日本，他担心自己也会像依林那样遭遇不幸。实际上院长并非在进行器官交易，而是在搞婴儿买卖，他的孩子价值300万日元，当年依林分娩时他就在旁边，看到孩子一出生，院长立刻就将孩子交给了野泽。依林没有肾脏是因为卖掉了肾，卖肾的钱让他有机会来日本发展。调查中还发现，大臣的孩子也是在那家医院出生的，很可能他的孩子也是买来的。但深泽已经被上级警告，不得轻举妄动调查大臣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同事集中力量追捕丽花。加本和其他人觉得深泽只是怕事，上级施压，下级抗拒，深泽感到压力山大，他必须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第二天，白叔得知少年去偷档案的事，追问为什么14年来一直瞒着他。少年说他不愿面对这事实，他怀疑是因为自己依林才会被杀害。当年他发现档案里有野泽夫妇的资料，告诉了依林，依林很快察觉到是他们买了自己的孩子。从那之后，依林常在公园暗中观察他们，不小心被野泽发现了。野泽看到了依林偷拍的照片，少年认为就是这个原因，依林才会被杀。高峰和小龟来到妻子这里，揭露了女儿是买来的真相，要求进行女儿的 DNA 测试，与依林的 DNA 进行比对。妻子知道事情已无法隐瞒，于是向女儿坦白了一切。她和野泽非常想要一个孩子，但是不孕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。他们为了解决不孕问题努力了8年，但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，即便试了3次人工受精，仍然没有怀孕。野泽看着失望的妻子，想到了某个买孩子的途径，
通过院长的帮助，最终买了一个女儿回家。他们也考虑过收养，但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很严重，孤儿少，竞争激烈，甚至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收养到孩子。女儿对此并不感激，这次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足轻重，感觉一切都无所谓了。亲生母亲将她当商品卖掉，养父母也抛弃了她。高峰正在照顾哀伤过度昏倒的妻子，等他情绪平复之后，他询问妻子是否知道女儿亲生母亲的事。妻子说买孩子时签了合约，合约里不允许知道亲生父母的资料，而且妻子本就对此不感兴趣。高峰告诉妻子，女儿的亲生母亲在14年前被枪杀了，用的枪和杀害野泽的是同一把。他希望妻子能提供线索，回忆一下野泽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行为。妻子突然想起来，14年前野泽捡到了一张照片，怀疑照片里的女人是女儿的亲生母亲。妻子感到害怕，担心那女人来夺回孩子。野泽说绝不会让他得逞，他会妥善处理这件事。结果那晚依林就被杀了，难道是野泽为了保护女儿才下了杀手？当时新闻并未透露依林的身份，只是匆匆说了死者身份不明。大家的关注都在另一个案件上，如果真是野泽杀的，可能是为了让妻子安心。但此后两人都很提心吊胆，直到确信依林不会再出现。14年后，野泽和院长同时被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逃跑的丽花是最大嫌疑人，找到她才能弄明白杀人目的。就在这时，仓田接到了电话，丽花死了，在酒店浴缸里溺水身亡。房间内找到了枪，这把枪就是杀害野泽和依林的，上面有丽花的指纹。从证据来看，丽花就是凶手，纵火的也是她，但她怎么会突然溺死呢？这事发的也太巧合了，而且她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案子还没查清楚，高层就宣布案件结束，调查就这样中断了，这让大家都很不满。现在只剩大臣的线索了，很明显，上头不想让我们调查。管理官宣布纵火案已经结案，如果还要继续调查，那就是14年前的八王子案，和自己没关系了，责任全在特搜室。深泽听不下去了，在解散的时候做出了决定，重启调查。白叔让小龟整理少年的新证词，林总是在公园偷看他女儿。小龟突然记起一份类似的证词，为什么会去那个公园？他为什么要去公园？第二天，小龟根据目击信息去了野泽曾经去过的地方，发现那些地方都是林偷拍的地点，意识到野泽可能不知道林已经死了。他在找林，最后他到了一家店，里面看到海马的画，店主问是否怀孕了。这里卖的是助产的福包，很受准妈妈们的欢迎。福包里都是海马，因为海马是顺产和好运的象征。原来他们的联系就是这个。问店主认不认识林和野泽，店主只记得野泽，他来这是为了找人。还记得14年前有没有女孩买过福包，但店主记不清那么久远的事了。临走时，店主突然想起野泽走后他也去散步，在美术馆门口调监控，发现了野泽和一个男人。经过鉴定，那男人竟是大臣。野泽和大臣争吵后不久就被杀害了，难道大臣是幕后主谋？大臣知道瞒不住了，开始全盘托出。他儿子和野泽女儿情况相同，都是从院长那里买的，也是通过院长认识了野泽。14年前听说野泽女儿的亲生母亲出现，大臣感到极度恐惧，他对孩子被拐的担忧超过了野泽夫妇，因为他的家庭更为和睦。大臣夫妇治疗不孕已达10年之久，时间甚至超过了野泽夫妇，因此当得知孩子的亲生母亲出现时，他变得非常慌乱。夜里急匆匆地去找院长理论，院长为了让大臣安心，只是丽花绑架了依林，并在大臣面前亲手将他杀死。此举是为了警示他人，用依林之死警告其他所有人，让大臣彻底放下心来。之前野泽找到大臣，确实是为了寻找依林，他不知道依林已被杀害，带着希望四处寻找，目的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儿。因为女儿患有白血病，野泽夫妇与女儿的骨髓不相符，因此他们想找到孩子的生母以救治女儿。见到野泽如此急迫的救女，大臣无奈透露了依林被杀的真相。尽管知道亲生母亲已经去世，但野泽仍不放弃，继续向院长追问依林是否有其他亲属，结果不幸被杀。小龟和种本到达医院，把真相告知了妻子和女儿。野泽并没有放弃他们，日夜努力寻找依林，正是为了他们安全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。同时，仓田接到了法医的电话，发现丽花用过的枪上有其他人的汗液。经过 DNA 检测，虽未确定是谁，但确认是一名女性，这表明丽花有一个女性同谋。加本收到这一情报，急忙询问妻子是否记得有这样的女性，与贩卖儿童案件相关。妻子想到了一个人，那是院长手下的一名护士长。家人们立即前往医院，在停车场发现了正准备逃跑的护士长，正在准备逮捕他的时候，
他突然开枪，原来他是一切背后的操纵者，指使院长进行人口贩卖的就是他，杀掉野泽和院长的也是他。小龟赶到时，种本已被枪击倒下，护士长也开车逃跑了。最后家本还是没人来就殉职了，这死的也太随便了点吧。就在医院地下停车场，这也抢救不过来，可能这些都是编剧想要给小龟的成长吧。本集特别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篇章，失去一名成员，意味着即将迎来新的成员，而且还是个神一般的队友，他的出现才是小龟真正成长的开始。